好的，各位，今天的直播内容呢，又到了我们特别专长的地方，就是好好的治疗这些台派们。为什么要好好治疗他们呢？因为对他们来讲，最近时间压力实在很大。那所以一开始要先跟大家打招呼啊，各位同学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我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呢，川普弃台之后，台派各种崩溃，各种幻想不怕，朱大给你秀秀，朱大保护你，朱干的妈，朱大忘了关手机的声音。我们会讲到 place 共和国东亚佛地魔量子台独 equivocation fallacy 自然暴露疗法。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喽！来，先要跟你讲，今天这一集很特别，小弟穿着白袍上阵，开川普 PTSD 门诊。PTSD 门诊是什么？为了崩溃台派，特别做心理咨商。沈伯洋提出量子台独论，翁达瑞片面改变现状，其实不是中方是台湾，还有这个陈君伟一个新形态的律师出来的赖清德地位反而上升啊，脑补通通在我们候诊室等待看诊。司徒文 AIT 的前处长也被亲绿打成中共同路人，他也来啦，他内心也觉得很创伤。我手上准备了11帖的康复处方，包括了你可以去助选沈伯洋啊，来不怕，朱大给你秀秀。今天的定场诗呢是校长无名化幽冥 ，Place 居民认知请。量子台独终成谜，何方能解此心经？各位同学，在听直播的各位，先让我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晚上开始，万事通事务所附设心理辅导中心正式开幕啦。那虽然说是这样说啊，但可能就做一集，后面就不做了。因为哪有那么多心理崩溃的人？但还真的很多，让人觉得非常讶异。那谢谢坏掉龙酒说，请支持钥匙复制机担任阿德巴老朱，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朱祝福打气，谢谢。这个抖音这边 TikTok 的舒适一下子抖了一大堆，好，没关系。招牌呢？就是4个大字，4个大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啊 ，PTSD 呢，川普诊所门诊来，因为川普老是说老实话，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各位台派亲自接受他的铁拳啊，也不是亲自接受他的教诲，好吧？让大家好好看一看。那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为了大家非常认真准备的。什么是 PTSD 呢？叫做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小弟当然不是医师，但我看不下去了，他们太可怜了啊！台派一整个崩溃到，看一看棒球之后，今天来讲说，其实台独就一直是这样，没有变过。我当年访问赖清德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的。你看看，哎呀，我想说，需要这个样子吗？从5月15号，这个川普在福斯新闻Brett Baer 访问里面，一口气讲了5次 independent， 把台湾叫做 a place nobody knows how to define it。台湾就是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怎么定义它，所以台湾变成了一个我那小小多山的 place。好，这个Natasha 说，贺万事通事务所心理辅导中心开幕。还有网友 Origin Human 说，忽然发现2017年大陆四川科技还出版了朱大翻译的《星球大战》索隆3部曲。并不是只出版过《魔戒》跟《龙枪》翻译版。阿弥陀佛，小弟本来就出了很多书，好不好？这个一集主要记住说，手势有到位，但音调可以低一点。
干我音调超低靠背。好，让我把它调低一点点啊，是不是太激动了一点呢？好，没问题。这个一级嘴炮技术是人在病床上，果然对音调特别敏感。来，川普也讲了9500 miles to fight the war， 讲了 They stole our chip industry， 他们偷走我们的晶片产业。3天过去了。3天过去了，台派阵营的崩溃程度让人不忍卒睹，已经达到了需要3姓家奴出来洗地、医疗介入的等级啦。请各位看一下，这是 Place 共和国卫生署在5月16日紧急公告的全境心理普查报告。依本署最新监测数据，自5月15日起 ，Place 共和国全境居民出现大规模认知失调症状，患者分布从 PTT 版友、Threads 用户、民选公职、评论员、律师、教授到主流媒体编辑部，涵盖光谱完整。为确保居民身心健康，本署即日起委请万事通事务所开设川普 PTSD 门诊。提供8症状分类诊疗、学者及认知失调的 VIP 病房、东亚佛地魔现象学专案，以及11帖康复处方签，由朱学恒事务所的所长呢亲自挂诊，就诊不需挂号费，但真相的冲击需要自负。来，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我今天不是要嘲笑各位，我是要为各位好，好不好？有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们现在心里 OS 应该是这样子啊，朱大你今天又要开炮了，我们准备好麦骂了，错，今天不一样，今天我放下平常手上的那一个爱的小手，啪啪啪，认真严肃而且温柔的跟病得不轻的台派沟通。我讲白一点了。当你看到川普5次 independent， 你的第一反应如果是他是不是其实在支持台独，这叫合理化，是防卫机转。当你看到台湾被叫 a place， 你的第一个反应如果是就口误嘛，别计较，这叫做否认，也是心理上的防卫机转。当你看到 AIT 前处长司徒文出来批评川普，你的第一反应如果是他在中国待过6年，一定是中共同路人。这叫投射，还是防卫机转？各位，这3招我一一讲给各位听，不是为了要打台派的脸，是因为你们现在继续使用这些防卫机转的密度，已经超过正常人能承受的范围啦。继续下去啊，你会精神耗竭啊！我今天不是来告诉你们现实没那么糟，错，他妈现实就是这么糟。但我要教你们怎么面对，怎么承受。现在我有完整的一份诊疗计划，我们来看看今天怎么看诊。第一站呢，请各位先依序到达急诊室分类站，我们会把崩溃的台派分成8种症状，一个一个快速问诊。PTT 跟 Threads 我收集的24则真实的病例，涵盖自助餐型、逻辑断裂型、万物中共同路人型、情绪转折大师型、买贵算欠我型、跳针口号型、自我催眠型、牵拖政敌型，每一型我都会给各位心理学的专业诊断名称，让各位至少自己知道自己在哪一格。第二站呢，如果你在社会上素有地位，书读的比较多，也比较有人知道你的话，我们就送你入 VIP 心理急救病房，有5位已经符合住院资格。跟各位报告一下，中正大学政治系蔡荣祥教授，旅美评论员，时不时跑回台湾的翁达瑞，那本名叫做陈时奋。媒体人石板民夫也是一个智库的主持人，但他讲的东西都不太准，真是很麻烦。到底怎么样呢？这5个人都是学者等级的洗地跟崩溃啊！我们一般小庙收不下，要进 VIP 套房啊！特别是沈伯洋先生说，川普说不要台独，意思是台独的这个论述，我讲很咬舌，但是我要跟各位严正声明。
这句话不是沈先生的原话，是 PTT 乡民归纳出来的标题。我们今天用4家媒体的逐字稿，把沈先生实际讲过的话说给各位听，然后拆解博洋的修辞结构，不栽赃不超译，因为我们是为博洋好。第3站呢，特权的特别会诊室，这一站呢，专门收自明代领纳税人钱的那些人。王定宇立委啊，江兆国议员呢，彭大伦先生跟彭大伦现在不知道在干嘛，3位都有转移症急性发作，呛蓝白呛得很大声，但是听到川普2字，色为之变啊。司徒文先生 AIT 前处长也会在这里出现，不过他的立场呢，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所以我只能说一件事情：为什么一个批评川普的前驻台外交官是帮台湾人讲话的，结果你他妈亲绿把他打成中共同路人呢？这本身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投射症临床范例。第4站，隔离病房。这一站呢，要今天特别宣布一个学说，也就是我们丰裕集团的少东呢，陈 Allen 先生所提供的。我们偷他的点子呢，要负责帮他卖蜂蜜、鸭脚木蜂蜜，还有漂亮的礼盒。各位如果要送人，可以在订单里面特别附注我要1组礼盒，不加价，免费送给你，送完为止。那为什么？因为鸭脚木蜂蜜有清热解郁、镇咳的作用，在中药里面是相当好的一个东西。但我们也特别拿来对付这一个新的医学发现，叫做东亚佛地魔症候群。各位看到《哈利波特》看过了吗？对岸我不知道翻什么，佛地魔的别名叫做 He who must not be named。那个不能说名字的人啊，川普见了习近平回来之后，提到台湾总统的时候，根据 AIT 前处长司徒文的观察，川普可能不记得台湾总统的名字啊。赖校长，陈 Allen 说你叫做东亚佛地魔啦，赶快去抓他好不好？为什么 ？He who must not be named。你看。Ari 廖对我多好，说朱大喝个水。第5站了，媒体标题科。昨天稍稍提过了一件事情，今天要再跟各位强调。5月14号，中华民国3大版的头版比稿，联合报的头版是川习会今天北京登场，中国时报的头版是川普抵北京要求开放中国。自由时报的头版是提名沈伯洋对决蒋万安，简直是宇宙的领袖，地球的伟人沈伯洋。同一天，同一个地球，同一场川习会，3家报纸的头版完全活在2个平行宇宙。这就是一个媒体标题自我安慰疗法的活体展示。第6站呢，急救处方签，我为各位整理了11帖康复处方，包含了出去晒太阳，包含了跑去冲绳玩。听说最近与那国岛的那个船要开航了。那还有建设性移转疗法，譬如说去做乐高，情绪宣泄疗法，请改名为孙建豪是吧？的孙安佐先生教你怎么做火焰喷射器，还有重力放松疗法，你可以去淡江大桥躺着，但很有可能被抓。还有自然暴露疗法，你可以去擎天高呼吸新鲜的小味，还有数位排毒、同调支持疗法、量子实践疗法、奇幻文学疗法、语言重建疗法。11帖，妈的帮忙！我绝对没在跟各位好小啊，药单越长，病情越重。各位，我们会最后做一个结论，告诉你真相总是伤人，科学终将胜利，还有你必须要等价交换。如果你的回答呢是准备好了，那你今天会看完整集。如果你的回答是我才不需要秀秀呢，那你最需要秀秀了。不怕，朱大现在开门啦。
来，我们先进急诊室，有没有很急的事情？各位请注意，急诊室分类站是这样子的：病人多，时间少，每个病人只有2分钟。今天值班8个崩溃台派病人在门口排队，我们用最快的速度问诊诊断，开临时处方，先练一张表给聊天室的同学看清楚。来，8个症状，自助餐型是合理化逻辑锻炼型。等于选择性注意，万物中共同路人型是投射，情绪转折大师型是反向作用，买贵算欠我型是补偿，跳针口号型是退化，自我催眠型呢，是否认啊。好，那没关系，这个什么牵拖政敌型叫做转移。来，这个叫 defense mechanism。简单就是弗洛伊德当代心理学的防卫机转。一个人类无法面对承受的现实的时候，大脑会自动启动的保护机制。问题是，谢谢听到那边的黑桃 K 的斗内啊。问题是这些机制短期止痛，长期恶化，就像各位感冒不吃药，一直猛灌鸡精。短期没事，长期你肝就完了啊！来，第1号病人，请进。自助餐型，这个又叫做合理化型，代表病例叫做胎什么什么东西。他发了一篇长文骂川普，他说这种言论呢，真叫人作恶心你，指控川普向北京倾斜，暗示美军不会为台打仗。同一篇文呢，又抱怨干美国不够挺台湾。各位，你有没有看出问题？台独台派本来说我自己决定的，我不用美国批准，川普一表态就变成美国背叛，这是很经典的一个案例，把自己的需求合理化成应然，同时骂满足你需求的对象不应然。处方呢？这种状况，我建议先吃个饭睡觉。马斯洛说呢，底层需求要先补充。哎呀呀，2号病人来了，逻辑断裂型，叫做选择性注意症，代表案例是那个 FF 什么的。这位大哥一开头酸川普，下一句马上转播140亿对美金的对台军售，很快决定啦，还用一个笑脸嘲讽蓝白立委。各位有没有看出来啊？你今天要讲这个川普酸川宝棒棒，但是马上又要相信川宝说那140亿美金的军售很快就会来，结果他没有刻意跳过了川普讲干9500英里来太远了，我不要来。军售那一段说干好棒，这个叫做 selective attention， 大脑只看自己想看的，对抵触资讯自动关机。处方呢，重念国中英文，从 I am not looking to have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这就开始，不要跳字，忠实翻译。3号病人，万物中共同路人型是投射症，走到哪里看到都是中共同路人，代表病例是李恩什么东东。他放轮播图哦，秀说川普把中国礼物丢垃圾桶。各位同学，这个已经被这个德媒 DW 德国之声已经说这个图是 AI 做图哦，你他妈不要一直在那边搞认知作战，用假图的，用脚也看出来是假图。他就算丢这个东西，会这样子，这样子给你拍近照。好不好？怎么可能？你在做梦是不是？智障！好啊，等等的，我们不要骂人，来求医的都要这个秀他。来，我今天难得开个门诊，帮忙按个赞，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让大家可以看。他说：“你看，川普把中国礼物丢垃圾桶了，其实是个 AI 假图，然后配文指控川普说保护中国利益，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干这个剧情，你跟我讲合理吗？礼物丢进垃圾桶，然后还要保护中国利益，没道理嘛。但他的大脑能接受，因为他需要把不挺我都变成中共同路人，这个方程式套到全宇宙啊！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就是 projection，
把自己内心无法处理的东西投射到外部的任何标的上。司徒文 AIT 前处长也被打成中共同路人啊，这同一个机制啊。4号病人情绪转折大失形，看把名字写出来哈。他发文说：“我反驳美国反台独的说法。”他强调：“我大川宝是务实，不是反台，呼吁维持现状。”你看这比较进阶咯。他先承认对方说法存在，再用务实帮对方解释，最后落到维持现状。整个过程把川普的明确反对解读成模糊的务实，这叫 reaction formation， 反向作用。焦虑越深，表达越温和。我跟各位讲，这是高知识分子最爱用的招啦。处方先承认自己很焦虑啊，不要再帮川普找理由了，好不好 ？CEO 有几个还在北京和发改委开会啊？有啊，有什么 Visa、Master 的人，然后黄仁勋还继续在那边吃小吃，然后 Elon Musk 跑去上海找老妈了，所以呢，这个就不知道了，好啊。全部只有川普一个人赶回家，可见他人缘多不好。来，还要讲第5号病人。有网友说，川普在台湾还有市场吗？你会问你爸说，你在我家还有市场吗？川普就是台派的爸爸，爸爸背弃了他，但毕竟是虎毒不食子，总归是爸爸。买贵欠我行，这是第5种补偿症。这是1971年出生，比我大5岁的一位徐先生。他写：美国不会为台独出兵，军售的目的不是支持分离。暗酸，干你买武器还期待美国背书？这位先生有意思，他用我们买贵当做美国该欠我的理由。问题是，川普在同一场访问里面明确说，伊朗有石油我们可以打，台湾偷我们晶片，所以，他真实的字眼 ，They stole our chip industry。他的意思就是台湾都偷我们晶片了，干我要为他死人，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这个叫做 compensation 补偿心理。处方呢，请你重新读一次川普的原话。不要再幻想我们花钱买到是保险，我们买到只是手续费啦。你以为流氓跟你收保护费就保护你永远身体健康哦？放屁！来，6号病人更严重了，跳针口号型，这个是退化症。Okubo 什么东西？川习会之后呢，他连发4个推文。习近平不敢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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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发1推啊，连发4推啊，内容都一样。为什么？这个叫做 regression， 心理压力大到一个程度，大脑会退回幼儿模式，重复同一个咒语安慰自己，就像小孩跌倒会喊不痛不痛不痛。呼呼呼呼呼呼，真的不痛了。这个处方呢，就是小弟我给你秀秀，摸摸头哦，乖哦，给你10分钟恢复，然后我们要面对，不敢打不等于不会输啊。你不用被打，你他妈就输了啊。第7号病人，自我催眠型，代表病例是什么什么观测所。区分说，法理台独、华独维持现状，结论是美国会深化合作啦，太棒啦！选择性的相信川普的保护承诺。各位，这就是 denial 否认，不否认川普讲话，否认川普讲话的意思，把一个明确的否定句透过名词置换。变成他讲的不是我想那个，不是你想那个，是对大家好的那一个。等下沈伯洋先生呢，我们在依序走到 VIP 房的时候，会看到是这一型的高阶版本。处方是先承认川普就是那个意思，否则你思考再深都不会改变现实。
有没有比较专业的，就是不碰川普，而要说我早就说了，我们早就独立了，我中华民国就是一个独立国家了，干你啊，怎么不早讲？干你之前怎么不早讲？之前谁妈做台独金孙？之前谁他妈做台湾独立？谁他妈举牌？你怎么不去纠正他呢？你说我黄伟，不是，你说我这个觉得你讲不对，我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地方，而且现在还不敢讲台湾了，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第8号病人，干这个最精彩了，一律冠蓝白，代表的病例是王定宇立委。在川普5次说了 independent 之后，他第一件事情不敢检讨美国立场，不敢检讨台美关系，把川普的发言拿来打 KMT 的和平论。彭大伦先生，有人知道吗？彭大伦到底是谁呀？干7、8妈点赞还蛮多的嘞。好，他说感谢美军售后立即预测蓝白要气呼呼啦，谢谢你要卖军售给我，但川普没有答应的呢，没有答应的呢。然后骂完川普，下一秒这个 FF 什么什么东西，下一秒就说白蓝匪民脸又肿啦，这叫 displacement 转移，把对 A 的焦虑宣泄到 B 身上。处方呢是停下深呼吸，是确认谁是真正让你焦虑的人，不要在错误的人身上消耗能量。各位台派，这8个诊断你可能不止一个，没关系，朱大秀秀你，8个都有的，我们等等送 VIP 病房。我跟你讲，我们同时要反向解释一下。你去 Threads 上面看，有账号每隔几小时跳出来说没关系啦，川普随便讲讲，你就知道这个账号呢自己最不放心，好不好？自己最不放心。为什么最不放心？因为就是不放心呐，不然怎么办？他害怕晚上睡不着啦。来，我们离开急诊室，进入了 VIP 病房。这里的患者跟急诊不一样，急诊是反射反应 ，VIP 病房是结构化、学术化、系统化的崩溃，学历越高，崩溃越精致。5位患者跟各位介绍一下 VIP 哦。第1号床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蔡荣祥教授，他是我们事务所的老朋友。上一集呢已经帮他做过 Somebody Studies 课程的介绍，有兴趣的人可以回去看 Somebody。那蔡老师最新的症状是降低胜利标准，学者用词汇包装崩溃是这里的共同特征。蔡老师休息一下啊，喘口气，喝杯水，快速看下一床。第2号床坐的是旅美评论家翁达瑞。翁先生呢，5月17号立即干嘛？那川普还没有完全回到美国，马上跑去 New Talk 投书，说川普讲的 Go Independent 直译不符合台湾现状，因为台湾已经 Independent， 我们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川普反对的片面宣布独立，其实跟我们立场一致。干，我们好棒棒！你看川宝说了，我们就是啊。各位。有没有看出来？只是学术化包装的差异而已。处方是什么？翁达卫先生需要做语言学的重训啊。Go independent 的 verb 是动态行为，不是 stative description， 不是一个描述词。如果台湾已经独立，何必反对台湾做一件已经完成的事情？逻辑上说不通。3号床呢，是我们的又是日本人又是中国人的金涛兼石板民夫，他擅长外部权威认证型补偿心理。上一集我们分析过了，今天他静养，不特别深入讲。4号床，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洋，
今天它是重点病例，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处理。我先郑重澄清一件事情 ，PTT 上有一个讽刺的标题写沈伯洋说川普说不要台独，意思是支持台独。沈伯洋本人没有这样讲 ，PTT 下面把他的文章通通归纳之后得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讲。不栽赃这句话是伯洋讲的，我们要伯洋呢，在5月16号在大同区保安宫参香之后接受联访的实际说话，中央社、New Talk、一评、自由时报4家媒体，而且基本上这都亲绿媒体，版本基本上是一致的。我直接念给各位听。沈伯洋说，美国从以前到现在的立场都是不希望两方有片面改变现状啊，怎么不早讲？怎么不早点站出来说我反对台湾独立？你怎么不早讲？为什么现在才讲？第二句，台独就是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也是现状。干，那中华民国是什么？你们之前妈绿营说华独罪该万死啊，华独又贱又下流又臭，又有老人臭啊！干，现在怎么不对了呢？第三句。有人想改变现状，比如说敞开大门让别人入侵，那个才叫做改变现状。干了不起，马上就乾坤大挪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川普讲赖校长，我他妈说你是郑丽文，敞开大门让别人入侵，那个才叫做改变现状。看 ，Seriously？这是我们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要不要打针呢？来，第4句，自由时报独家收录啊，说川普的用语很多都用 want 这个字，这有点像是动漫当中主角会说，我其实本来不想要用这一招的，你哪公嘞？好，没关系，哎。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请各位看一下，看到没有？这是 Place 共和国的紧急心理普查通告。那我们还要讲这8个，你看我今天多认真，老师口头讲了之后呢，还要整理图版出来给你看，好不好？继续往下走，然后呢，干把他们账号露出来。好，这边才经典呐，博洋啊。川普的表态是动漫主角模式，他下一句就要使出绝招啦！各位，靠北嘞，在干什么？在干什么？干长官沈伯洋是不是觉得干川普就是漩涡鸣人？他是不是爱吃拉面？是不是爱吃拉面？你告诉我，干我骗你，我要死哦！沈伯洋真的是这样讲。他真是说，川普的意思说，我他妈现在跟你讲说我不开战，但是我接下来要讲，我其实本来不想要跨越9500英里来台湾的，但你逼我，我现在就要这样做，是不是很了不起？真心了不起！妈的，漩涡鸣人可能都要哭了，好不好？这什么啦？干什么？川普说。看我使出分身色色之术，这在干嘛啦？好，来，我们第一个刚刚讲的定义置换嘛，对不对？台湾如果 is independent， 为什么还要有人 go independent 呢？英文不合格 ，BB。陈艾伦说没错，我本来不想用这一招的，你妈习近平逼我，干漩涡鸣人哦，川普鸣人是不是？漩涡川普吗？来，第2招叫否定对立面。博洋呢说，改变现状等于敞开大门让别人入侵呐，不指名道姓，听众自动带入。入侵中国，他改变现状。郑丽文敞开大门，蓝白敞开大门，所以又是中国错，又是郑丽文错，又是各种各样错。川普原本反对台独，我们的博洋兄呢，把他比作漩涡鸣人之后，一个转身，变成川普
反对中国啦，螺旋哇靠北，然后所以从第一招到第二招，接下来第三招说，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台美关系没有任何改变。从第一招到第三周，博洋完全绕过川普访问的明确讯息，把一个对台派极为不利的发言，透过定义游戏转化成一切如常。博洋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呐！马上，如果你是只看沈伯洋的台派，你觉得沈伯洋现在已经当选台北市长的话，你会觉得川普对我们好棒棒。但小弟我身为一个有理性的男人，用 AI 查了一下，发现博洋的临床诊断呢，叫做 equivocation fallacy， 急性发作的合并动漫类比症候群。equivocation fallacy 翻成中文叫做奇异谬误。同一个论证里面呢，博洋用两个不同的定义来操作同一个词。博洋用台独这个词，上半句指走向独立，下半句指状态已经独立。这是逻辑学课本第3章的经典范例，小学生都知道啊。至于动漫类比，小弟我有点意见。博洋说川普像动漫主角，本来不想用这一招的。各位看过动漫都知道，主角讲这一句话，下一句都要使出绝招了。所以博洋的意思是，川普下一句就要对台湾使出绝招了吗？小弟我翻译的《魔戒》《龙枪》《星际大战》，但是小说里面我也学到一些事情啊。甘道夫说 "You shall not pass"， 后面炎魔就真的过不去，被打下去了。但他不是说我其实本来不想挡你的。博洋这个动漫类比呢，连基本的叙事逻辑都不通啊，都不通。川普不是名人，他不会打来打去，最后变成大蛇丸的朋友。名人会，川普不会啊。我建议博洋转介到语言学系加动画研究所同步会诊。5号床干绿营用律师消耗的很快，现在又有新的律师了。之前有一个白白胖胖，据说会吃他的客户的，干那个律师叫什么名字？我又忘了。来，没关系，这个律师叫陈君伟。三立新闻5月16号报道，记者刘宇君撰文，陈律师呢4点分析川习会后局势，结论是川普购物团大胜啊，赖清德地位上升，习近平大输啦。各位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啊？陈律师说，赖清德地位上升，他的推导理由呢？是川普吐出我要跟台湾统治者对话这句话，哇，他地位大升了啊！来，我帮各位整理一下，同场访问里面，川普把台湾叫做 a place， nobody knows how to define it。同一个川普，司徒文评估可能不记得台湾总统的名字，结论赖清德地位上升，了不起吧？了不起吧？哎，来，朱大秀秀你啊，乖。我知道你看了陈律师这段会怀疑自己的语文能力跟逻辑能力，不是你语文能力有问题，是陈律师有合理化这整件事情的急性发作。陈律师的习近平大叔唯一拿到自己人身安全这个结论，跟彭博、纽约时报、Financial Times 的共识完全相反。彭博的原文是这样写的。She wanted a calm summit without any surprises, and he got one. 他要习主席要一个冷静平和的会面，不要有任何的惊喜。他的确获得了。Financial Times 也跟着定调 ，Trump concluded the summit largely where he began.
Financial Times 的意思是，川普开完会之后，结果回到原点了。哎，我没有说那个说客户的是谁哦，我没有说哦，你们自己贴文自己负责，好不好？来，还没完，还没完。哎，一个律师的法律训练应该要对证据严谨，结果分析国际政治呢，比 PTT 乡民还靠想象。干，我真的很想要说，你干脆把这个文发在 Japan AV Girls 算了。哎，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学历越高，崩溃越精致，但是精致不代表正确。精致只代表外壳厚皮厚啊，外壳厚的结果是清醒过来会更痛啊！哎呀呀，你看，我们又让你学到英文，又让你学到心理学。来，我们要特别会诊了。为什么要会诊？因为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哦，好，我们不要多说啊。来，看到没有 ？Go independent vs versus is independent， 这个是最基本的奇异谬误哦，各位好不好？来，接下来就要了命啦。这张图呢是小弟甘冒大不韪，得罪了2个人，才做出来的，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我的头滴溜在手上，因为台湾现在不存在美国的语境里面啊，所以有一件很挫赛的事情啊。阿扁以前叫做台湾之子，现在呢要叫做中华民国之子啊。然后赖校长呢，以前叫台独金孙，现在呢变成中华民国金孙啊。让大家一起团圆吧！我特别做这张图，呼吁大家放下过去，迎向未来，团结一心，让中华民国永续发展呐！各位，这个是学我们都认识的那个知名黄姓媒体人，大家团结呀！阿本又要留言给朱大啦，干不要再留言了，好不好？妈干！做个图不行哦，奇怪的呢，是吗？川普没有再讲了，然后民进党也没有讲台独了，你怪我是不是？搞什么？好，来，我们特别再把几位明代跟政治人物拿出来，有请王定宇立法委员、江兆国议员、彭大伦先生进场。先看王定宇立委，川普5月15号讲完5次 Independent， 我花了1个下午查王委员隔壁老王的 Threads 账号，听 You Want 1969，你看1969出生的人呢，比我大了6岁，还可以这么老当益壮，不讲武德的，说干就干。说打就打，说干就干。来，我们有没有找到隔壁老王批评川普的贴文了吗？没有哎，没有啊！谢谢简简单单做自己跟林大庆的斗内，还有蓝天白云，谢谢你斗内。结果我只找到他把川普发言拿来打 KMT 的和平论，拿来打国民党。有没有搞错？有没有觉得不太对劲？川普明确不顶台独啊，王委员的反应去打国民党，这个叫转移啊。对 A 焦虑，把火发在 B 身上。王委员呢，把对川普的焦虑移到国民党身上，处方请王委员直接面对焦虑源。对川普不满呢，不要对着国民党不满，或者是你可以去找 Ivanka， 或者是你可以去找 Melania。做什么呢？我就不讲了，好不好？8000兄呢最擅长这个事情。大轮配彭大伦140亿军售消息出来呢，彭先生大伦兄第一个时间发文说，感谢美军售后预测蓝白要气呼呼啦。这位先生注意力很特别，很特别呢。
他关注的不是军售，不是谈判筹码，不是川普是不是看不起台湾，他关注的是蓝白会不会气，蓝白会不会气关你什么事？关他很多事啊，因为这个是他的转移焦虑机制啊。网友说这焦虑没意外要持续到9月，我跟你讲错了，9月要更焦虑。9月24，据说习主席要带着老婆彭丽媛一起去白宫啊，公，开心吧？好了，接下来江兆国议员，隔壁老王我还帮他弄一个顺口溜，上次有个网友提供给我，人民有事我帮忙，我住隔壁我姓王，你看是不是开心吧？还有顺口溜嘞，江兆国议员，坦白讲，资料收到了，可是我不太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个党的议员。好，算不讲。这个江议员呢说，哎呀，生意化啦，实际美方动作没变，不要被一句话吓到，大家不要担心，川普没有输，习近平没有赢，清德也没有输，自己先冷静下来，告诉大家不要紧张。但其实是反向作用啊，楚方啊，承认你也很紧张，不要再演镇定了。然后他底下有一个 FF 什么什么的，骂完川普，下一秒说啊，白蓝匪民脸又肿了。他连0.5秒的切换、喝口水、换口气都不要，这很重这很重，这病很重这4个人没有一个直接面对川普反对台独这件事情，全部都在呛其他人。共同处方呢，对这些政治人物呢，公开发言之前呢，要先确认谁是真正让你焦虑的人。不要在错误的对象身上消耗能量，也不要在错误的地方消耗选民的耐心。一级嘴炮技术师说，将是本党的台中议员呐，你看我是不是这个大海不辞其水滴小？来，接下来要进入最复杂的案件，叫司徒文事件。司徒文先生是怎么搞的 ？William Stanton。AIT 前处长，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前处长，来，前处等等，我怕下一张梗丢出来。前处长怎么了呢？做了什么错事呢？没有，在中华民国服务6年，也在中国驻外服务多年，典型的学院派外交官，不是政治评论员，没有明显的民主党或共和党的立场。那5月17号呢，司徒文在 New Talk 发了2篇投书。第一篇讲川普已经偏离美国数十年来的战略模糊。第二篇讲川普可能不记得台湾总统的名字。做你的名字的那个什么沧海还什么东西？新海诚呐！哎呀，他可能不知道，他写了你的名字之后，台湾有人名字就消失了。要做新版的台湾版你的名字。来，各位同学，我今天不要分析司徒文本人呐，这很麻烦。司徒文直接就是在批评川普，角度是川普偏离美国传统，是站在美国政策一致性的立场。不是你自作多情说他为台湾抱不平，他的批评跟我不一定同方向，跟各位事务所的同学呢也未必同方向。但我要各位看的是青绿阵营怎么样对待这位前驻台 AIT 处长。PTT 跟 Threads 上面立刻出现大胆司徒文，在中国待过6年，中共同路人，这是 AI 变造的假司徒文。翁达瑞别搞错，司徒文不是你想的那种司徒文。这什么意思？这是不顺我意，就等于中共同路人，全自动反应。一个 AIT 处长呢，在台派的眼中也变成中共同路人。同样的筛选机制套用到任何人身上都通用，包括了各位自己。司徒文世界的临床价值，谢谢 Dark Matter 斗内贴图。
而在台派的反应模式啊，把自己内心无法接受的东西是川普真的可能弃台，但你不能动川普，你不能打川普，你只能动那个提出问题的人。司徒文一定有问题，把心从讯息转到信差，大脑就可以继续正常运作。各位啊，如果大家看到一个 AIT 前处长批评美国总统，你的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中共同路人？那你真的要吃药啊！你要去心理咨商好不好？你看你到底在搞什么？妈的，各位有没有印象？我们上周刚跟各位介绍过认知安抚产业链啊，5层架构嘛，第一层网民，第二层救兵换血，美国一定会来救，第三层机制退场，第4层外国权威，第5层学术代工。司徒文世界补完了这条产业链最后一块拼图，当外部权威司徒文说的话不顺我意，第4层就反向启动，从补强你的承诺变成你的攻击目标，你他妈就中共同路人，即使你是美国人也是。如果你是方恩格，你是共和党的亚太地区前主席，你也是中共同路人，因为你恨民事，因为你前女友是张嘉欣，她后来嫁给庾澄庆，你恨民事，所以你才会这样反对我们，你好可恶！干，我觉得这些台派下不下流啊？真下流妈干，你在搞什么？司徒文讲的话太准了，准到他们无法承受，好不好？哎呦，搞什么？好了，现在又要开始带货了。当然不是带我们这边必备的绿色乖乖，我们要带我们这边的这个丰裕蜂蜜啊。最近大家订了很多蜂蜜，其中有鸭脚木蜂蜜，还有人说他要送人。各位送人，我们有提供好票票小盒子，请各位这个不辞辛劳。然后你如果想要喝喝看，也可以喝小罐的蜂蜜。为什么？因为小罐的蜂蜜啊，现在都是新的蜜，春蜜、龙眼蜜啊、荔枝蜜啊、利龙蜜啊，都是春蜜，是新的。这个有中药气味，甘后回苦，苦后回甘的鸭脚木呢是冬蜜。那所以请各位优先订购。你要试试看就买小罐的，你想要好好的喝，每天1大匙就拿大罐的。春蜜现在是新鲜的蜜，会有花香味，会有龙眼的花香味，会有荔枝的花香味，会有这个荔枝跟龙眼混合的花香味，请各位这个好好的消费。方恩格此时打了2个喷嚏，等等。不是这样讲啊，方恩格最近都不上来我节目，没有说好不好啦。我只是想到他传这个东西，优先的来哦。有网友特别夸奖我说，这个酷泰科的充电宝是好东西，带货有品质，很好。哟。BBC 马上就出文章说，台湾 insists it is independent after Trump's warning。台湾要赶快讲，干！你不是你警告我之后才独立，我早就独立了。没有，我没有不听劝，我没有。有啊，听到也有网友讲，干好例子，他说台独是个假议题，中华民国1912年就存在，独立出去的是中共啊，不是台湾啊。干我都不知道你被打到，从整个中国大陆干中国大陆有多大我不知道，被打到台湾来，就你说是中共独立出来，盒子是免费的哦，是因为当年陈安人做太多，他特别送给我们啊，不是送给我们啦，你如果要那个送礼要包装，记得在下单的时候要讲，我们就帮你拿，因为最近太多了，现在我们才开始寄，现在寄不完。好，BBC 哦，以前人家都站在台湾这一边哦，你们到底是弄错了多少事情才搞成这样？顺带一提啊，我今天的目标是，如果今天的目标达成了，我们就做一场普丁访中加上全球经济的专辑，深入分析美债跟美国证券跟中方如果什么都不要，他这次的谈判到底达成了什么？
960万平方公里。不好意思，我上次读中国地理是他妈40年前。这个力 LP 说要拍好 ，Eric Liao 说朱大喝个水 ，Mr. 阿卡 says 说正在回家路上停靠路边小抖个目标，支持9哥与建议兄使用钥匙复制机担任阿鲁巴朱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返点一价。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Mr. 刘建议说支持9哥使用钥匙复制机担任阿鲁巴天真黑之胜李老朱，抚慰青鸟们创伤的玻璃心，返点看官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那塔莎说贺万智通事务所心理辅导中心开幕，好，已经开幕啦。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往下走。卡布头169说：“这老哥出狱了，干你啊！我不是出狱，我逃狱，好不好？我逃狱，你赶快叫妈北检把我抓回去啊！妈智障！还有，昨天还有人问我说，怎么不赶快回北监？你啊！你以为北监是百货公司哦？我说，报告我要回去，我就回去了吗？妈的智障！快报警！干我越狱！来，今天我们要进隔离病房了。为什么是隔离病房？因为事情很严重。”我那小小多山的国家，现在不能叫的国家了。我那小小多山的 place， 你看，我还特别做了一张我个人觉得很不错的图，你各位看看有没有内容感人？实在是让人家觉得我们整个国家现在已经不叫台湾了，甚至也不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叫做 place。我那小小多山的 place。You know where, you know who。嗨，沙说赶上直播，朱大辛苦了，加油！来 ，place 什么？八囧昨天不是发片说 YD 降他流量，要让他失业啊？他工作是什么？他工作是什么？八囧吗？八囧以前是拍庙会的，干跟那个什么摄图日记一样啊。他以前妈是拍旅游的，干结果那现在 YT 降他流量，是不是？第一物说可不可以出一期北监特辑？比较好奇。我跟你讲，北监有很多神秘的事情，你不能知道，因为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别忘记深渊也在凝视着你。什么？八囧跟摄图是同一个人？你娘嘞！我一直没搞清楚我只记得纸扎人，所以原来八囧就是摄图就是纸扎人吗？哎呦，失敬，搞错了。看里面身家，在我附近的，在里面北监里面身家加起来超过100亿新台币你娘嘞！好了，八九可以回去拍庙会啊！他的老乡好闽南郎不是变成道士了吗？道士已经跟八九拆伙了，因为道士检举说八九模仿纳粹，说要操纵纳粹。什么？田馥甄跟 Hebe 是2个人吗？难道他是同一个人吗？好，来，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一个状况呢极为罕见，我们首度要发表正式的医学分类——东亚佛地魔现象学。East Asian Voldemort Syndrome。各位，先讲背景。各位有没有看过《哈利波特》J.K. Rowling 写的，全球卖座超过5亿本Rowling J.K. Rowling 是奇幻文学译者很头痛的对象。《哈利波特》里面有个反派叫做 Voldemort， 他在小说里面有2个别名，叫做 He Who Must Not Be Named， 那个不能说名字的人。还有个更口语化的 You know who， 你知道是谁啦？谁嘛？我才没有翻译哈利波特，好不好？
为什么不能说呢？因为川普跟魔法世界都相信，说出他的名字就会引来他，所以整个霍格华兹从学生到教授都不敢念那个名字，只有邓布利多敢念，哈利波特长大之后才敢念。罗琳写这段，其实在讽刺集体恐惧，大家越不敢说，那个名字越有力量。OK， 来，我们讲真实世界好了。川普5月15号在福斯的访问里面，把台湾叫什么？他叫 a place nobody knows how to define it。各位翻译过来叫做那个地方，没人知道怎么定义。哈利波特里面的伏地魔是 He who must not be named。川普嘴里的台湾是 The place nobody knows how to define。这是 You know where， 直译就是你知道那个地方啊。而且川普呢，也在空军1号上面讲到台湾总统的名字时呢，司徒文先生判断川普可能记不起赖总统的名字。那今天起，在川普的嘴里就变成 He whose name is not remembered, you know who 的东亚变体。President of a place nobody knows how to define it. His name is whose name is not remembered, you know who。各位看出来吗？这是东亚佛地魔家族郑重宣布，今天不要再叫我那小小多山的国家，以后要改叫我那小小多山的等等，我那小小多山的 place， 是不是很开心？妈，我睡个觉起来，连台湾的称呼都变了，干是不是很鸟？是不是吓死人？各位，你们现在一定想说，朱大这个梗会不会太狠？不会，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川普替赖校长加冕的啊。川普做的，把世界第20名的经济体变成一个没人知道怎么定义的 place。托尔金都没你什么厉害啊！托尔金可以把不存在的东西写到真实，川普可以把真实的东西写成不存在。我们再回到哈利波特，各位记得邓布利多怎么教学生吗？他教学生要勇敢说出伏地魔的名字，不要怕。邓布利多的原话是 ：“Call him Voldemort, Harry. Always use the proper name of things. Fear of a name increases fear of the thing itself。”叫他伏地魔，哈利，永远用事物的证明。对名字的恐惧会放大对事物本身的恐惧。来，我们特别讲，这边丢给一个台派的机会，就是原来川普害怕台湾，害怕赖校长，所以不敢讲他的名字，因为他恐惧这个名字。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沈伯洋，动漫主角的下一句就是使出绝招啦。川普对沈伯洋反应就直接写出绝招，反对提名。哎呦，好吧，随便啦，随便。为什么这个现象学那么讽刺？因为罗琳在《哈利波特》里面写的讽刺呢，是集体恐惧会让那个名字更强大。霍格华兹的师生越不敢说伏地魔，伏地魔越掌控魔法世界。所以那个谁，贾永杰讲的是，你若不喜欢的 place， 你就赶快滚出的 place。那贾永杰是叫做 The Capital of the Place 101，好不好？因为我们不能提台湾嘛，你之前还讲说了台湾101呢。各位，我们这样讲啊，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死，项史当时生便死，千古忠逆有谁知啊？
看看台智源，以前觉得要赚大家钱，现在赚不到大家钱了，他的节目流量差了，他看的人少了，就要填党的钱呐、赶快看看党要不要置入那一个那个叫木曜是不是？那个什么节目啊？叫做那个谁，置入一下吧。台智源都这么舔了，你怎么还不置入呢？贾永杰也是啊，2/2关谷的 Taipei 101，他凭什么当董事长？自然就是因为我他妈跪舔民进党，所以我有资格当董事长。看看永杰对大家的教导，在这个社会上不舔不开心，就是这样子啦，好不好？川普现在做的事情刚好跟 J.K. 罗莉相反，他不是让你不敢说台湾这个名字，他是让你发现全世界的权力中心连这个名字都不必说，台湾可以从美国总统嘴里蒸发，没有任何代价，这比 Rowling 写的更恐怖。对啊，贾永杰说：“你给我滚出这个 place！ 你如果不爱这个 place， 你就要滚出这个 place。”干是吗？商 K 是不是？是吗？龙亨是不是？干龙亨还不敢叫你滚出去嘞。罗琳写的世界里面不敢说名字，表示它太重要了，会恐惧。现实世界里面不必说名字，代表无关紧要。这就是东亚佛地魔现象的真正诊断，不是恐惧，是被忽视啊！这个病没有药医，好吗？唯一的治疗方式是台湾自己变强，强到全世界的总统候选人在访问里面都记得我们的名字。但这个治疗方式没有捷径，没有快车道，没有秀秀。这一段老子不秀秀，你他妈到现在还不团结，干你啊！还在那边优先讲，你不爱这个 place， 你就给我滚出去这个 place， 你他妈哪位呀？三军统帅都没有这个资格，你不过就是一个德不配位、没有能力，党安插你去 Taipei 101的一个没有能力，我说话我负责，不爽来告我的贾永杰，你他妈凭什么叫大家滚出台湾？总统都没有资格，你他妈哪位呀？干你个做梦是不是？那你怎么不滚出台湾呢？台湾不支持你的人比你一个人多吧？干不信要不要来选台北市长？你不敢选，现在讲起话来可呛啦！操，我没有看过一个一半公股的民营机关的董事长直接开呛你祖先还他妈北洋军阀嘞！我是不是要叫你祖先赔我妈中华民国的相关损失啊？爽过头了吧，贾永杰？什么时候你有资格叫人滚出台湾呢？坦白讲，你连叫人滚出你那栋大楼 Taipei 101都没有资格，好吗？笑死人！干，你那小小多山的 The Place。好 ，Angela CY 物说喜欢朱大对川宝访华的分析，小斗支持。你不知道吗？蒋永杰的祖先是北洋军阀他还是中华民国的高官大员结果来到台湾来，只记得台湾，不记得中华民国嘞。好啦，来，你觉得这很了不起，对不对？哎呀，我告诉你，贾永杰连叫我们滚出台北101都不够资格，好不好？来，这张图呢，要给大家好好的看一看，但是要拿掉小弟的帅脸。为什么要拿掉小弟的帅脸呢？因为这个图很，你看，我本来就吃不起，好不好？干，以后不许你去吃享 A Joy。现在换候选人还来得及哦！各位，我认为贾永杰再怎么烂，也比沈伯洋要好，赶快换，好不好？来看到没有？台湾的媒体呢是
怎么样子在洗大家脑？怎么样子整个颠覆你的大脑？有没有说法？有没有妈搞错了啊？对啊 ，Eric 廖说，宪法第10条规定，人民有居住及迁徙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设定住居所、迁徙、旅行，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权利。而贾永婕没有资格要求大家要违反宪法第10条。随便啊，随便啊！你看这一张图多么惊人，你看够了吼，我要回来了。惊人的地方在哪里？惊人的地方是跟全世界都不一样啊！来，我们离开刚刚的隔离病房，我们离开 Taipei 101，我们离开那个假 person 叫假不妙，是不是？这个啤酒说永杰让人爬了 Taipei 101之后就飘了，不然他自己去爬。来，我们进媒体标题科。来，放射科的医师会看 X 光片，看看你身体里面有没有什么怪东西。万事通事务所的标题科呢，看的是报纸头版。报纸头版就是这个社会的 X 光片，由编辑跟有媒体素养的资深媒体人来决定，到底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手上有一张很厉害的素材，2026年5月14日，台湾3大报头版比稿啊。昨天我只能印成小小的 A4， 因为本办公室没有钱，所以来看看编辑部到底在想什么。各位，请看大荧幕，大荧幕出来的东西吓坏你了吧？有没有？不管你是对岸，你是香港，你是新加坡网友，看一看。联合报的头版大标题是川习会经北京登场，副标是川普专机抵陆，国防部长 Hexas 汉舰陪同，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国际大使，编辑部判断准确。中国时报头版头大标题是川普抵北京，要求开放中国，副标是睽违9年访陆，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规格史上最高，同样判断国际大事为头版第一优先。自由时报的头版大标题，请各位坐稳哦，请各位坐稳哦，下课要来啦！提名沈伯洋对决蒋万安，副标赖战省首都市长不二人选，活该民进党被打得抬不起头来，他妈正事不做，川习会在举行的时候你不做好准备，结果你在那边夸奖沈伯洋，谢谢景浩兄李景浩送了10个朱学仁的万事通事务所的会籍，大家要好好珍惜呀，好不好？还有台中卢先，你跟台中卢小姐是不是？卡里说初大晚上好，想请问你读书量那么大，有使用电子阅读器吗？有没有推荐的？纸本书携带真的好不方便，谢谢。我都带纸本书，因为我觉得那个书没有握在手上，感觉不太对。对不起，我有看过彩色版 Kindle， 我觉得很不错，但是就没有下定决心。没有下定决心，整天内斗啊！各位，同一个地球，同一天，同一场川习会，联合中时把川习会放头版，自由时报用一个地方市长提名把头版给盖掉了。这就是叫做标题疗法，台湾价值满满满。我跟你讲啊，什么叫标题疗法？核心逻辑是这样子的。当你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你就改变这个报纸头版的事实。读者早上拿到《自由时报》，看到头版，大脑的第一个印象是：哎呀，现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沈伯洋，我好好的伯洋最棒了。
为什么？因为当你以为沈伯洋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你就不会注意到川普。哪本书看起来有学问？当然有学问，这很棒这本书本出版社不对，本阿宅福利社也有在卖。这2本书都是我在北监看的，觉得很棒，要强力推荐给大家。所以如果大家买的多，我就帮大家再杀价，保证杀到比博客来还要低。这2本书很棒一本叫做《震撼日本校园跟教育界的生涯教育书》，就是你要仔细思考，你到底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到底为什么赚钱？那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我们就是为了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跟自己的高度而且这个书还可以给你小孩看你可以思考你到底为什么走上这条路。这本书也很赞，我们之前建议过要买，很硬没错。这个它是《纽约时报》、出版者周刊、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1名，亚马逊读者4.8颗星倾向。它讲的就是民主党如何渗透媒体 DEI 多元，受到脱胎自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进步主义所侵蚀。今天美国建国的原则被抛弃啦，这些原则包含了私有财产权、商业的自由流动、自愿交易、个人神圣性，以及依据这些原则而建立的政府。因为他们讲是民主党用这个东西占据道德制高点。我跟你讲，这本书很有趣啦，它基本上是川普重新夺权的理论依据，不要小看它。你们觉得马克思主义就是 original 马克思主义，但这本书是说现在的新左派呢，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个书有卖有啊，请上阿宅福利社。等一下我来看。阿宅福利社，干！靠腰！我昨天把肉干吃到。阿宅福利社，这个在阿宅福利社有在卖啊，我来看一下哦。福利社书城4本书哦，不是啊，这个书有点难讲。各位如果还要再买书，可以上去点。你说这是老美那套白左，对不对？也算对，但是我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因为这本有很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像你想象的一样瞎鸡巴讲，所以很值得一看，我看完了，但是真的很硬，好不好？这个没办法，我没有看到喜乐岛那一段，我明天有空再看，好不好？我跟你讲，《自由时报》的概念就是，当你今天那些乡下阿伯早上看到自由时报看到头版，你大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沈伯洋对决蒋万安，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川崎会被挤到角落，焦虑就自动降低了。这不是新闻判断差异，这是编辑部的心理治疗操作。同样是在台湾执照下的报纸，同样有编辑室主管，同样每天开选题会议，为什么自由时报的头版判断跟联合中时差这么远？因为自由时报的编辑部是 Place 共和国的好朋友，他们的工作不是报道，是让 Place 共和国居民今天能够正常生活。来，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啊。5月14号，自由时报帮沈伯洋抬轿当首都市长候选人。3天后，5月16号，沈伯洋公开说，川普说不要台独，意思是支持台独的量子台独论。在5天前，5月15号，川普才说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时间轴串起来，
东亚佛地魔家族加冕史，沈伯洋呢所主张的是川普唯一特别点名反对的东西，开不开心？哎呦，所以啊，台湾的各媒体啊，我就不好意思讲了。中央社、TVBS 公视啊，都用轻量标题法。中央社做一张图卡，说川普未对习承诺，军售将递案。TVBS 的标题说对台军售成谈判筹码，川普警告勿自行宣布独立。把独立的论点包装成警告，这个是不一样的。原来川普是特别说了一句，希望你们不要因为觉得有美国支持就独立。No， 我希望你们不要动。林义雄欠台湾多少钱？那个标题有达标吗？好像差300-500块啦，我后来有自己补齐，没关系。来，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公视的标题叫什么？川普重申政策不变，其他所有东西通通看不到，访问内容变成政策不变，消化掉。没有任何主流媒体把 A Place 那段做头条啊。台湾是一个 Nobody knows how to define the place。这个级别的羞辱被分散到第3段、第4段副标。特征组说：“我赞助小猪你台币1000万，谢谢你，请赶快给我，好吗？”哎呦，受不了！来，谢谢特征组。好，来，当局的话术要反向解读哦。只要主流媒体某天集体用政策不变、立场一致、没有变化做标题，你就知道那一天一定有什么东西变了，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变了，很重要的东西没有了。各位同学，媒体标题科看到这里，处方很简单，每天早上你拿到自由时报，翻第1页前先问自己，今天有没有发生我不知道的国际大事啊？如果联合报跟自由时报的头版差超过 80%， 那 80% 的部分就是你今天该补的功课。来，我们进门诊最后一站，要给你那个处方签了，好不好？我们一切都是为各位好。那你看，很认真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光照疗法、物理位移疗法、建设性转移、情绪宣泄疗法、重力放松、自然暴露疗法、量子实践、奇幻文学、语言重建、数位排毒、同才支持，很好。为什么是这些呢？因为要给各位看一下，到底重点重要在哪里。来，台湾在川习会的时候，3个最大的新闻竟然不是川习会，是他妈的擎天岗的镜头军呐！孙安佐先生在士林看守所吃3菜1汤，一对情侣在擎天岗打野炮被警方函送，淡江大桥开通第1天，救护车被逼上人行道。干，我们台湾人超棒的！面临大危险、大灾难、大变动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超级认真，5天就把孙安佐关进去，还把他的那个经纪人一并函送，说他吸毒。全 PTT 24小时在肉搜擎天岗的情侣。淡江大桥开通隔天就有人发起联署，有网红到现场拍片说那个桥太窄了，但是对于川普把台湾叫做 Knock Place， 大家反而说没关系，没关系，他随便讲讲。这叫临危不乱吗？这就是台湾人吗？该紧张的不紧张，不该紧张的超级紧张，这是各位需要心理咨商的真正原因。我跟你讲，我看到 B 站了，妈快
60万播放，说台湾人现在最关切的是什么？然后就2只恐龙在那个擎天岗的桌子上修干，这在干什么？这在干什么？真心不知道要怎么说那个浩克可以的话，帮我拿一罐蜂蜜跟那个牛肉干进来，我好歹要带个货，水果都放在家里了。来，各位，我们要给各位开11帖康复处方啊！第一个，看我直播笑一笑，这个最重要、最基本。为什么？因为你只要笑，笑有出头天。裸奔也会被警察抓，好不好？只是警察到底为什么要去抓一个附近没什么人的东西？他自己新创报纸不行吗？现在没人看报纸了啊！感谢你。好的，各位，我们还是要带个今天包得到他吗？包不到。好，没关系，来不及。来，东西太多，包不完哦。我明天早上又要拖一大堆东西去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荔枝蜜。各位，今年的荔枝蜜量会比较少，因为台湾的荔枝今年的产量不多，不知道是因为雨太少还是怎么样，但是它有荔枝的香气，各位买了之后就知道。那请各位多多下单，而且目前这个陈安任讲说，北台湾最多荔枝蜜没有兑水，没有做任何别的东西的，大概就他们了，因为他自己派蜜蜂下南部采，发现采不太到。然后这个呢是云漳牧场的牛肉干，用的是台湾牛。如果你要支持环保、支持台湾牛的话，就要吃这个云漳牧场，而且云漳牧场还有菲力牛排，台湾牛的菲力牛排哦。所以这个多吃、多用、多健康，好不好？来，那笑能感动天呐！来，好吧，我们先讲，除了要买我带货的蜂蜜之外呢，你各位还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吃我带货的牛肉干，还有信工的产品也很赞。但是今天我们不要打搅浩克啊。顺带一提，那个浩克的存钱基金呢，就是纯味家。如果各位觉得没有浩克的帮忙就不能成功的直播的话，请各位多多订购一下纯味家。来，第一个光照疗法，每天请各位晒太阳15分钟，功效是什么？让你至少不会继续刷川普访问影片。维生素 D 呢，同步补充啊，对你情绪有帮助啊。这个是基础配方，全症状适用啊。所以我现在每天早上把我儿子送出去之后呢，我就会走路做运动，到距离我家没有那么远的河滨公园去走走。处方2，地理位移疗法，建议呢要像那个寒冰哥一样，谢寒冰呢去日本玩3天5天，功效呢物理上远离青鸟同温层，日元最近特别便宜，机票东京来回2万块以内，请注意。到了日本呢，请勿打开 Threads， 否则处方会失效。就像寒冰哥啦，寒冰哥到日本去还跟人家吵架，他还在脸书贴那个字体的东西，看寒冰哥，你这样真的不好。而且我跟你讲，有青鸟很蠢，青鸟跑来留言说，干好好笑哦，寒冰哥打赌输了，哈哈哈哈哈。那你要不要看看你的沈博阳每天在那边说什么瞎鸡巴讲？你真的是脑袋有洞到一个程度哎！真心觉得沈博阳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选择吗？麻烦你挺他，快挺他，多挺他，挺他到当选为止，不当选你妈回家去吃大便。买记体赚1倍，说每天1万步深蹲100下，40岁还是早上会晨勃，
但到了40岁，你就会发现，那你早上陈伯要干嘛呢？还不如赶快去请团上班，陈什么伯？谢谢游客伟，干你这字不知道对不对？字太小了，看不见。不是啊，兵哥在笑你，好不好？我笑你他妈是个白痴，你推这样的人出来，那没关系。青鸟不懂，青鸟觉得哈哈哈，兵哥输了，看着吧，看你们这些傻逼之后怎么支持沈伯洋。沈伯洋很难扛啊，很难扛啊。阿扁都比他好，妈贾永杰都比他好。算了，我们还是勇敢的支持兵哥。处方3叫建设性转移疗法，建议组乐高，最好是大型套组，8900个组合的米纳斯提利斯魔戒里面的白橙乐高已经推出了，干有人把它煮好了，超屌的。对啊，张雅琴专访沈伯洋说：“你怎么那么像竹峪的武安侯啊？你好像张凌赫。”干妈，拜托你张凌赫，我不喜欢张凌赫，但是我没有像沈伯洋一样会说自己像张凌赫，或是没有像张雅琴一样会说自己是张凌赫，好吗？干笑死人！把你要崩溃的精神呢，花在拼凑一个不会解体的东西上面。你只要不要晚上起床踩到乐高，我觉得一切好说。孙建豪先生孙安佐在看守所里面也应该需要这个，可惜羁押禁见，乐高也没办法送进去，很抱歉。处方4情绪宣泄疗法。真心建议各位跟原名孙安佐的孙建豪先生请教情绪宣泄技巧。你有没有看那个？等一下，我看一下，那谁传给我的？刘冠超上海人传孙安佐的图片给我。这个牛肉干很好吃啊，各位务必要吃。你看上海人传给我的，你妈这多屌啊！妈孙安佐喷这个东西简直是妈二战等级耶！妈烧到整个荧幕、整个画面都是火哎！然后他跟大家讲说这个是拿来妈烧老鼠的，吓死人！我是他家老鼠，跟他隔壁邻居，我他妈都吓死！我要赶快搬家，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至少以对社会的贡献而言，孙安佐还比沈伯洋要好。所以啊，你也可以跟孙安佐，孙安佐是在士林看守所，我以为他在台北看守所，好吧，羁押禁见，但至少孙安佐没有像那个柯文哲一样心存善念，羁押禁见。孙安佐是吗？手搓喷射器，羁押禁见。孙安佐那个火焰喷射器妈超强的，我看2战可能都没有他那么强啊。真的很了不起。我跟你讲。孙安佐是国际型情绪宣泄专家，他在美国也被关过，他在台湾也被关过。我跟你讲，我这辈子只认识2个这样的人，一个是孙安佐，一个是在北监跟我同房的那一位，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因为我们在里面都叫号码。他叫什么名字？但想不起来了。你看他了不起是不是？多了不起！2018年在美国扬言校园射击，关了240天，
家里花了3000万台币打官司，到了2026年回台湾升级玩火焰枪，5天升压，3菜1汤打折处理，干了不起这个他妈迪英还说，我跟你讲，我这个倒不是真的，我觉得能做出火焰枪来真的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因为手动可以戳火焰枪，干以后解放军来就靠他了。沈伯洋应该立刻争取特赦，好不好？他5天就被升压嘞，现在只能吃3菜1汤啊，而且3菜1汤要装在盆子里面游客伟说西门捷运站口的广播会撑很久吗？你不要去就好了啊。手搓火焰枪，干孙安佐交保了，干，我超想要访问他的，靠腰。我觉得黑熊部队在妈瞎鸡巴说半天，结果教种菜，教他妈躲解放军，教他妈的什么种豆芽，种妈空心菜，什么吃猫食吃狗食。干孙安佐才是你黑熊部队的真正武斗派呀！对啊，政府应该把他找进去。你花怎么妈4700亿做无人机？干你叫孙安佐手搓妈1万台火焰喷射机就好了，好厉害孙安佐30万交保比领域展开手势离开。是上次啊，现在还被压，没有，现在还被压。看网友讲错了，靠腰。他从枪升级成火，从美国升级到台湾来，从3000万升级到3菜1汤，这就是经验值的真正意义。他是打过仗、关过牢的。我同寝那个室友是关德州的联邦监狱啊。他在里面被人家捅了3刀，差点死掉。好的，那这个是最畅销，卖了超过60罐，光他就卖超过60罐的鸭脚木，保证好。有空各位可以下单好吗？如果你要包装礼盒包装的话，记得下单就讲。你看。台湾司法对一个玩火焰枪的人5天就升压，川普把台湾叫 place， 把赖校长变成 you know who， 要花4年才能习惯啊！各位，心理压力的来源不在川普，在这个落差啊。而且他妈还讲说，我儿子应该要去中研院，不是中研院啦，是中科院。好不好？中研院是李远哲以前管的地方，李远哲可不会手搓火焰枪，是中科院做武装的啦。我跟你讲，我都没办法想象了，如果孙安佐又被放出来，他下一次到底要手搓什么东西？刚刚超屌的，妈手搓火焰枪要克服很多东西，克服燃料，克服高温，克服气压，然后。要小心回火，你他妈如果没试好回火烧你背后那个煤油或柴油，你就炸了。来，处方5呢是重力放松疗法，建议你去淡江大桥躺着，但是恐怕违反涉违法会被抓哟。各位有没有听过淡江大桥刚开通，耗资破100亿，全长6公里，开通第1天就送各位3个免费附加体验，重机在桥上违停拍完美照，救护车被逼上人行道，机车道设计太窄，会车不是，那不是会车，你根本不能超车，太窄了。什么一级嘴要技术是很认真说，中科院是军方单位，那你不会要一个不受控的人？干我疯起来谁都喷。你看这才叫真正的黑熊部队好吗？你应该要
不要加入中科院啊，叫妈他加入黑熊部队，还可以当立委第1名。你看不分区立委孙安佐站出来讲说：“你各位大家不要害怕，只要解放军胆敢入侵，我就手搓喷火器，烧得他们叽叽拐拐叫，厉害吧？”来，各位躺在桥上呢，看着这些乱象，可以好好沉思一件事情。为什么台湾人对交通建设这么兴奋，对能源自主、国防意识这么冷漠？我送各位一句话带回家：桥盖好了，你在上面拍照；桥被炸人，只能游泳啊！各位，现在崩溃的不是川普，是这个落差，你都不担心哦。来，处方6叫做自然暴露疗法，各位可以前往擎天岗实践。精神医学上有一种疗法叫做 exposure therapy。让患者直接面对恐惧源，建立耐受度。各位可以前往擎天岗大草原，体验心理上的暴露疗法。那边最近有一对情侣已经示范过自然暴露的高阶版本，他们做了一场户外直播，被游客报警，妨碍风化罪，函送递检。当然，我建议各位只要做基础版，不要升级到妨碍风化罪、函送递检的程度。我昨天去看，已经有人在那边跳舞了，已经有人在那边反对虐杀动物，反对做陷阱，已经有人在那边晚上开萤火晚会了。但各位真正要思考的是这件事情啊。什么？朱大怎么看？迪英直播求抖内2万公布内裤颜色，可能左哥被妈影响。这只是公布，又没有说脱下来给你看，又没有说现场脱下来给你看。你下什么东西？对啊，二战火焰兵如果被打中背后的那个燃料罐的时候，妈整个会烧成人柱哎。对啊 ，Kevin 说的没错，孙安佐感觉比顾立雄还有战斗力，他比国防部长还有战斗力。我觉得大家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全 PTT 用台式 CSI 的模式连夜肉搜这对情侣，我他妈一定要找到这2个在哪里。对川普叫台湾 place。大家说没关系啦，他随便讲。一个是大草原上的性行为直播，一个是白宫里的国际政治直播。对，还有人在那边比战斗陀螺，干我真心想不到干什么。那你要不要邀请川普来比战斗陀螺啊？一个是白宫里空军1号，然后中南海的国际政治直播，结果台湾人选择全力肉搜打炮的人，干这个干什么？来，处方7量子实践疗法建议你去助选沈伯洋，处方8建议你重读《哈利波特》全套，处方9重新回去念国中英文。鬼鬼不是说打陀螺是他朋友，但是后来有很多鬼鬼有那么多朋友吗？来，各位。罗琳的7本书呢，合计约3000页，全部读完约60小时。60小时，各位不会看 Threads， 不会看川普的新闻，你心里会好一半。重读《哈利波特》全套，因为《哈利波特》书比较多，《魔戒》只有4本。来。语言重建疗法，重新给我回去念国中英文呐、Go Independent 的字典定义啊，功效让你从沈伯洋的诡辩回到语法的真相。Go Independent 的 Go 是动词，后面接形容词的时候表示进入某个状态。Go red, Go bold, Go bankrupt， 这是动态行为，不是现况描述啊。台湾 is independent 跟 somebody go independent 文法完全不一样。沈伯洋先生不懂这个没有关系，但你懂了之后，你不会被骗啊。第10，数位排毒疗法。在此戒断2周，功效切断认知安抚产业链的供应链源头。在此是当代认知安抚产业链的最重要批发市场。1天不上去，心理失调速度就会减半；2周不上去，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比较冷静，比较痛，比较清醒。处方11，同台支持疗法，加入事务所附设东亚佛地魔康复赖群，功效跟其他普雷斯共和国居民彼此扶持。各位，药单越长，不是我越热情，是你的病情越重。
我们还帮你把当局的话术反向解读公式4次，还超过我的规范上限。妈 ，AI 还说猪大放飞中，只要 Place 共和国卫生署说居民身心健康指数稳定，你就知道卫生署自己最焦虑了。我真心没办法想象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我自己在写小说了，我已经不翻译小说，我自己写就可以了。来，各位同学，这个处方签我就念完了，分类完了，台派崩溃完了，你准备好要回家，还是你要继续看 Threads 吗？我昨天还做了一个分析啊，全中华民国台湾最会海巡跟用 Threads 的人 ，Meta AI 直接告诉我，就是陈水扁。没有第二个人就是他。我今天处方签啊，没有办法治好你啊，只能让你知道自己病在哪里，好不好？来，直播也快结束了，现在1小时46分钟，我们要脱下那个面具。你看了我2个小时的为你好。门诊结束，我要回到万事说事务所原本的位置啊！各位都知道，万事说事务所不是心理咨商中心，我是朱权，我不是心理治疗师啊！今天整集是为了让各位能够撑完11点处方，临时演场戏呀、刘万超说又说我什么坏话？没有，我们说你把那个孙安卓影片传给我，我没有说你最近又在找人打炮，没有。我们今天讲那么细，就是告诉大家，你要面对现实，你要团结，在台湾不要在那边瞎鸡巴讲，说什么我台湾中华民国早就独立了，干你娘嘞！4年之前你敢这样讲吗？你敢吗？你现在被川普讲了之后，就说：“嗨呀，我告诉你，我早就独立啦，我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那你之前在干嘛？你怎么不早说？啊，有网友叫我赶快把红前狗皮膏药贴出来，我们一家锅贴4个，我自己都忘了什么是什么了。但是如果各位觉得今天讲的不错的话，我在一边做结论的时候，各位可以一边抖内，我完全不反对，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来，我今天的分析都是台派如何应该要承受这个事实，但是你转的骗自己，各种各样瞎扯，你不会改变事实本身。A place 就是 a place， 川普5次讲的 independent， 5次都是动词。You shall not pass 就是过不去，不是本来不想挡你的啊。真相总是伤人，你不要老是骗自己啊。第二个。你用这种东西骗自己，防卫机转，短期降低焦虑，长期会恶化现实检验能力啊！各位同学，哎呦，全世界人都去擎天岗直播，我他妈现在去干嘛？各位，我们今天讲的太认真了，你不要真以为。这样子讲你治得好不行，你如果不愿意面对现实，你就没有办法面对现实。所以啊，真相总是伤人。你如果不能面对真相，你不是商人，你简直变成一个傻人。因为面对真相，你才能改进，才能改变。你今天讲的台湾川普的立场，这不是学术，是各位每天起床发生的事情啊。当你看到沈伯洋的量子台独论，大脑自动感到合理化的快感。
那就是你的防卫机转在运转。当你看到陈军伟律师说赖清德地位上升，你心里想对，好像有道理，那也是防卫机转。当你看到司徒文被打成中共同路人，你没有立刻觉得不对。我没有要去擎天岗直播啦，我干嘛？我直播人家打炮吗？有病是不是？有种就再找几个人去那边联合打炮，你还可以做人体蜈蚣，干我就佩服你。当你看到司徒文被陆家嘴天际线，当你看到司徒文被打成中共同路人，你没有立刻觉得不对，同样是防卫机转的死角。短期止痛，长期恶化，这跟物理学的能量守恒一样，这不会给你打折啊！我们一直讲科学终将胜利，就是你立体看到的东西就是真相，而不是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好了，刘冠超又说他去陆家嘴玩，觉得天气好漂亮，这里好棒，你有种在这边打炮啊，好不好？所以嘛，崩溃是有代价的。各位同学，今天开出来那些处方，有没有发现每一帖都需要当事人付出？晒太阳要时间，去日本要钱，煮乐高要钱，重读哈利波特要60小时，没有一天处罚是免费的，因为崩溃本身就有代价。Threads 上面每一句没关系，他随便讲讲，都是你未来必须偿还的认知债。每一个合理化，每一个否认，每一个投射，每一个转移，都会在某个时刻变成更大的崩溃。就像金融市场的补洞，不还就会以更大的危机形式爆出来啊！这就是第3个主导方向，等价交换。来，接下来最后一段，我不秀秀了，从这边开始我直接讲话。事实一，川普5月15号之后，台美关系的剧本改写了。赖政府过去4年的对美让步、军购、TSMC 的美国投资、农产品、能源，所谓的1兆订单买到的不是保险，是一个手续费，是他出卖你的手续费。事实二，沈伯洋、翁达瑞、陈军伟、石板民夫、蔡荣祥这5个人，不是台派的个人表现，是整个结构性的产物。今天没有他们，也会有别人，因为 Place 共和国卫生署永远都在招聘。事实3，东亚佛地魔现象没有药，没有秀秀，没有处方，没有快车道，唯一的治疗方式是台湾自己变强，强到全世界总统候选人在访问里面都记得我们的名字。这条路没有捷径，而且非常痛。刘冠超说，我们可以在第1高楼里打炮，贾董101做不到吧？贾董也可以跑去你们第1高楼啊，好不好？来，这条路没有捷径，而且非常痛。事实是，今天听完这集的各位，比5月14号不知道川普会说什么时候的还要清醒的。虽然比较痛，但比较清醒。清醒跟科学信念就是各位手上唯一的筹码，不要再用防卫机转换掉它。最后，只要某天聊天室 Threads、PTT 上没有人再说川普随便讲讲，那一天台湾才会真正的痊愈啊！那一天是哪一天？我今天不给各位答案。那一天的到来呢，取决于各位。取决于各位有没有勇气在防卫机转启动的那一刻把它按掉，而且面对现实。我不会再给这些台派秀秀。今晚过后，各位自己照顾自己，是你们一路走到现在这里。Place 共和国卫生署的招牌是你们自己挂上去的，摘下来的也只能是我们自己。各位，我是朱学恒。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晚到此为止，我可不秀秀啊！古立言现在妈都不见了，来，这个到底是什么？就没有啊！来，各位，这个，我看一下，哇，马上都有人抖内了。有网友说他快结尾才看到，回头补课，干我每一天都做直播，好不好？
如果照这样子的话，我的那个目标其实已经达成了。这是 S 圈1，朱大乌龟钢琴抖红钱，看他这个很坚持然后昨天有网友抖了0.73元，谢谢你。再看看啊，各位思考一下，朱大不秀秀，我才没有要跟你秀秀，P 什么 R？ 然后支付宝呢，有一位有老顾客抖内，我看一下有什么详情呢？什么什么学说池上章那本有漫画加图表加画重点，好读好看，真的没想到你也看过这本书。这本书真的有漫画，我就不要拆开来了。好读好看，而且很深入，很深入，好不好？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这是好书，谢谢你。什么什么学的抖内，真的很感谢，因为这本书是好书啊。然后这个谁呢？这个网友又抖了什么什么许，谢谢你。然后什么什么轩是不是？什么什么静说周一加油，今天是周一吗？今天周一所以是今天抖的，谢谢你哦。什么静一定是个正妹。然后昨天晚上谁给我抖69？字数少不多讲。抖目标好，什么什么错，谢谢你。好了，那今天的目标也达成了，我们明天就来做个普丁吧。气说今天不抖内，明天大采购支持朱大。陈国兴说朱大推荐好书，是可以在我们这边买到的好书，请各位多多支持。来，我贴上他的连结。西亚利说69肯定是我。好了，明天记得大采购哦，好不好 ？Angelica Wu 说，Angelica Wang 说今天好累，刚睡着了。而且川普还一直骂台湾是小偷什么，这2本书我强力推荐，还有另外一本小说也不错。所以各位，今天又到了最后投票的时间啦。各位，今日的内容你觉得内容好，讲的也好的，请投1。你觉得内容好讲的不好的，请投2；你觉得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的，请投3。来，各位，泽伦斯基被挤掉了，干掉！你当初还投票说吗？要讲川普，不要讲泽伦斯基，他被挤掉了，好不好？谢谢啤酒。后面留着核动力牛马下班没个准，干有没有这么可怜？好了，各位如果要抖内，赶快抖内啊！这个 Yumi VV， 谢谢你加入会员3-4个月不离不弃的支持。赖皮根本不敢回嘴哦。美丽丘上的不幸社区还是不幸屋，很好看，对不对？我跟你强力推荐，你买那一本真的值得。我在里面看到那本书的时候看2次，因为一开始看不懂。是延后几天呢？是没错啊，泽伦斯基被延后几天，所以不是今天呐。我跟你讲，年底民进党也不会选的差啦。反正原来那些蠢货就是看自由时报的，你觉得他会觉得民进党做的不好吗？不会啊，因为在他的小小世界里面没有川习会啊，只有沈伯洋啊，但沈伯洋是选不上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台北市民不是都智障好吗？你看一堆讲说，我觉得沈伯洋是当选，有多少人是吗？台北人啊？没有，好不好？台北人不是都智障？你以为我们看都智障？O'Brien Verify 说，朱大你的回应直播是回应我最快的，还好我们本来就习惯一边回应一边直播啊。那个随便你就让沈伯洋支持者现在开始一路开心到
11月30号。所以明天我们就讲，中方在这次谈判里面其实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这个才恐怖。赖清德现在真的要挫赛了。好啦，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要跟大家等一下，有一个问题，一时间会找不到。好啦，跟大家说拜拜了，拜拜拜拜拜拜。好，西亚弟说969是你个人标准。拜拜拜拜拜拜。我觉得我这个做不错，当初感谢某位作曲人30秒，感觉很振奋精神的。所以各位，我还看到有人抖内说什么，他晚上都不听我直播睡觉，说粉丝的助理为什么靠他这么亢奋都是粉丝的助理，他有搞错。